原本气息温和的一只孤魂野鬼瞬间恐怖如斯，似是地狱归来，叫人战栗。蓝忘机仍旧平静，却并不是毫无作为。他右手抵住魏无羡心门，指尖微微泛着蓝光。姑苏蓝氏心法自有禅意，隐约能听到古刹钟鸣与梵语诵经。他怀中的夷陵老祖鬼气汹涌，不似活物，眼神却仍清明。魏无羡一手贴在精神小伙额头，另一只手紧紧搂着蓝忘机，两股修为在这竹林中碰撞的激烈，如此下去必然引来寺中僧人。虽然这并非什么恶事，但在别人地盘上搞事，总归还是想要悄悄的来。天上渐渐聚集起乌云，蓝忘机抬起头，眼神一暗，随即抬起一脚将精神小伙踹飞，右手不再捏诀，改为环住魏无羡的腰，退开几步，二人一同靠在了一根竹子上。乌云散开去，魏无羡方才一身鬼气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佛无事发生一般，懒懒地偎在蓝忘机怀中，用头顶蹭了蹭蓝忘机的下巴。一切都恢复了正常，唯有那精神小伙刚刚被魏无羡一掌拍成了恶鬼，如今仍是十分可怖的模样，可不能再称作精神小伙了。魏无羡似乎很满意，点头道：“很好，邪祟就该有邪祟的样子。”邪祟咆哮一声冲上来，魏无羡抬起一根手指封住了邪祟所有动作，邪祟周身空气凝固，动弹不得，他凄厉嘶吼挣扎，却毫无作用。魏无羡用手肘子戳了戳蓝忘机的肋骨，蓝忘机缓缓眨了眨眼，虽然心里不大愿意，但实在不想真的把寺庙僧人引过来，便只好给一只鬼上了个禁言。邪祟的嘶吼戛然而止，一张鬼脸憋得发紫，全身像抽筋一般颤抖，显得可怜又可笑。行动阶段性结束，蓝忘机方才一直用右手做法，指引左手握着东西，此时才得空，将攥在左手许久的第二根竹笋抖了抖，抖落了竹笋上的烂泥与竹叶，平静的仿佛没有什么鬼在这里瞎嚷嚷。啊，不愧是寒光君。魏无羡偷偷瞄着那根竹笋，莫名其妙想起一件事，数年前蓝湛奉泽无君命主持编写蓝氏族谱，没空管他闲得无聊就去清河找聂怀桑玩。二人一时兴起编了本小说，出于某些说不清的好奇，把蓝忘机编成了反派。他们写得非常尽兴，脑补了很多很离谱的剧情。讨论之下，他俩一致认为韩光君这种冷静偏执又不管外界的性子，如果做反派，那必定是史上最恐怖反派。中间有一段剧情是这样的：蓝忘机想用彼岸花煮汤喝，彼岸花只在黄泉边有，可阎王说地府不是用来采草药的，蓝忘机就要灭了阴曹地府，坐在阎罗殿上大开杀戒，边杀边给自己剪指甲，剪完了拿起阎王桌案上的彼岸花开始做酥饼，酥饼做完了，地府死光了，他就回人间吃酥饼去了。真实的蓝忘机这时大致抖干净了那根笋，塞到了乾坤袋里，邪祟还在那儿抽抽。蓝忘机注意到魏无羡有点兴奋的眼神，问道：“魏婴，嘿嘿嘿嘿嘿嘿。”后来那本小说写跑题了，说好的蓝忘机毁灭世界，写着写着写成了鬼畜攻蓝忘机和心机受魏无羡的狗血爱情故事。鬼畜在此处不仅形容书中蓝忘机的性格，更形容他俩的做爱方式。魏无羡写的爽读的也爽，经常写到一半去茅厕逛逛。聂怀桑表示不敢留着稿子，魏无羡便美滋滋地带回了姑苏，隔三差五就重温一回。魏无羡不黑了，寻思今晚该用啥姿势。蓝忘机一脸莫名的看着自家道侣行为诡异，心想可能他今晚想要新的姿势，不过毕竟还没到晚上。邪祟还搁那儿挣扎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魏无羡收回思绪，清清嗓对邪祟说道：“冷静冷静，我只是把你的三魂七魄给凑齐了，修修你这个不着调的脑子，不然我们上哪儿去找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？哎，我可真是太难了。”邪祟总算停止了扭动，大概是想明白了，杀气也退去，此刻又变成了一个人畜无害的鬼。蓝忘机也暂停了想姿势的事情，凑到魏无羡耳边轻声说：“以肉身请魂之事还是太过危险，不可一人为之。”魏无羡道：“这是自然，要没你护住我心神，我哪儿敢啊？我也不傻，你放心，我要是现在嗝屁了，你这金龟婿就归别人了，我亏惨了好吗？”蓝忘机露出不苟同的表情，严肃道：“胡说。”魏无羡自然知道这种事情蓝忘机最听不得，连忙侧过身抱住蓝忘机的脑袋，一阵狂亲。邪祟开始寻思
上哪儿找马车底去钻一钻。魏无羡啃完了蓝忘机，心情大好的踱步到邪祟跟前问道：“现在记得了不？你找谁？男的女的？活着死了？”蓝忘机解了禁言术，邪祟乌拉乌拉嚎了几声。魏无羡嫌弃的挥了挥手，邪祟终于说清楚了：“是个女的。”魏无羡眼睛一亮，扭头十分笃定地对蓝忘机说：“看来是言情小说，人鬼情未了。”邪祟补充：“应该是活着。”魏无羡兴奋道：“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果然是。那女的喜欢穿淡黄的裙子，头发很蓬松。那首先我们可以排除她是个尼姑。喂。”魏无羡在问邪祟：“你死了多久了？”邪祟说：“2年。”那看来这人很有可能还活着，并且就在原本的地方没挪窝，希望就在前方。魏无羡继续问：“他叫什么？”邪祟这回犹豫了一下，想了一会儿才答道：“不记得名字。”魏无羡这回真感觉奇怪了，做鬼都要找的人，必然是极其重要的，脑子都修好了，怎么还不记得名字？蓝忘机便问：“你与那女子是何关系？”邪祟答：“不认识。”什么玩意儿？魏无羡震惊了，不可置信的上下打量了邪祟许久。“你在逗我们玩吗？”邪祟晃晃脑袋，认真说道：“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”怎么脑子好了？断句还是这副鸟样？魏无羡拉过蓝忘机走到一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大概脑子修不好了，这人活着的时候就是个傻子。”蓝忘机思索须臾，说道：“可能这句话并不是在描述那个女子。”原本以为是精神小伙舌头不利索，脑子不好使，才把一句话说得乱七八糟的，可都把魂收回来了，唯独这句话没变，看来并非是字面意思。魏无羡觉得有理，琢磨了一会儿，突然想到这听着像复数啊。同样的句子说了好多遍，每遍都一模一样，确实听着像复数。魏无羡又走到邪祟旁边，问邪祟道：“你是不是听到过这句话？”邪祟呜呜啊啊着说是。魏无羡心想，总算抓着线索了，再问：“可还记得是在何处听到的？”邪祟指了指前方，望线顺着方向去看，正是灵隐寺的大雄宝殿。蓝忘机眉头一皱：“别指了，看不清，说吧，是哪儿？”灵隐寺的大雄宝殿。既然是要找活人，那就必须白天来，于是望线决定现在就找。魏无羡想把邪祟也塞进乾坤袋，蓝忘机阻止了他：“袋里有竹笋。”魏无羡又想起他和聂怀桑写的小说，边杀人边做酥饼，还挺像啊，是不是？于是他们把邪祟塞进了魏无羡的乾坤袖，袖子里装只鬼，也就只有魏无羡干得出来这种事。他俩走出竹林，走到大雄宝殿前的石阶，人头攒动，摩肩擦踵，每一个灵魂都捧着心愿，祈求菩萨垂怜。殿前宝顶装满了钱币与香灰，门槛上跨过无数善男信女。殿内释迦牟尼莲花坐像妙相庄严，用慈爱的目光审视世人。佛前灯今年不灭，台上的灯油映照出灯火摇曳。二人走到佛像前，殿内香炉插满了香，他们没买家伙，便只在蒲团上拜了拜，然后在大雄宝殿内逛了起来。灵隐寺名气大，风景好，格调高，这都没错，但是天下寺庙的大雄宝殿真的都大同小异。他俩绕了一圈，甚至还研究了那层厚厚的灯油，也没发现有什么人在念叨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。魏无羡甩甩袖子，问蓝忘机：“他是不是在忽悠我们？”蓝忘机没说话，似乎是在思索。魏无羡戳了戳他的脸：“蓝湛。”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